2020年3月13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发生一场抗议集会。那一听到抗议集会这4个字儿，你们脑子里是不是会立刻浮现出那种画面？一群人把这个大马路一堵，喇叭震天响啊，甚至激动了还要去砸几个玻璃，零元购一把。毕竟这几年在欧美这种武德充沛的亮丽风景线，咱们见了太多了。但是上周五在加拿大国会山这场集会画风完全不对。这是一场静默集会。那啥叫静默呢？就是一帮人在这能冻死人的寒风里，规规矩矩的站着，不喊口号，不拉横幅搞对立，不骂街，更不砸东西他们就干了一件事儿，每个人手里面举着一块纸牌子，那个纸牌子上面也没写什么打倒谁谁谁，就写了一个巨大的数字。那有人呢举着40，有人举着54，还有人举着71，甚至呢还有人举着90。咱们先来看看现场50, 60, 90 months without an answer on their applications.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good these people are, how kind these people are. Make a decision and make it now. 我是从多伦多过来的，我是从阿门顿过来，萨斯卡从特里尔过来的，已经等了40个月，等了54个月，起码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线。我们到底被调查什么？为什么我们威胁到了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我们不会组织大家喊口号，不会制造对立，而是用静默举牌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处境和关切。我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我们是一群被系统搁置的人。这个数字是啥意思呢？是他们买彩票中奖的号码吗？不是是他们向加拿大政府递交了永居居民申请之后，被硬生生拖延、搁置、苦苦等待的月数。你没听错，是月数。举着90那哥们儿那就意味着他为了等一张加拿大绿卡，硬生生等了7年半的时间。我的天呐，7年半这帮加拿大官老爷连个图章还没有给人盖下去。而这场集会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咱们华人。那看着这帮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却依然保持着所谓的体面和温顺的同胞，我这个心里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在集会宣言里是怎么写的？你们听听我们不会组织大家喊口号，不会制造对立，我们是用静默举牌的方式表达关切，我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我们是一群温顺的人。哎喂，我的哥哥姐姐们在西方那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丛林社会里，你跟人家标榜你温顺，你跟官僚机构讲静默，人家只会觉得你好欺负，随便拿捏。那咱们先来扒一扒加拿大这个所谓的移民系统到底现在烂到什么程度了。就说管发签证那个部门叫加拿大移民部，还有那个管背景调查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再加上边境服务局，这3个衙门现在干的事就跟咱们国内以前那种最官僚的办事处一模一样踢皮球。那老百姓去问移民部，我这个案子咋还没批呢？移民部说安全局的背景调查还没做完，你找他们去。那你去问安全局，查个户口咋查了3年这安全局说这是国家机密无可奉告，你去问移民局。然后这个死循环就形成了根据他们自己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到去年11月，加拿大永居居民申请的积压率已经飙升到了 55%， 超过 51.5 万份的申请被扔在抽屉吃灰，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规定的办理期限。你以为是他们人手不够，系统瘫痪了吗？扯淡就在2023年人家这系统还能正常运转呢，短短1年半的时间，效率直接腰斩。这说明啥说明这不是能力问题这纯纯的就是摆烂，是拿这个纳税人的钱不干活。更气人是啥？你们知道吗？这几年印度人不是疯狂往这个加拿大涌吗？那印度人申请个学签，从印度递交上去4个星期，咔咔就给你批了。美国那边递个旅游签，23天下签。临时签证那是像坐火箭一样提速为什么？因为加拿大政府现在缺钱需要这帮留学生打工仔赶紧过来交高价学费，干廉价劳动力。而你们这些申请永居拖家带口的，人家觉得你们是来分蛋糕的，是来占福利的，所以呢就拿个放大镜把你放在这个火上慢慢烤。各位，
这漫长的等待啊，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效率低下，这是在生吞活剥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呀。咱们来看看这些被卡住的华人啊，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是江洋大盗吗？是间谍特工吗？根本不是啊！翻开他们的履历，全都是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普通打工人。他们被卡住啊，没有别的原因，就2个字儿：倒霉，或者说是被这个傲慢的系统针对了。咱们先说几个真实例子啊。老罗2022年8月交的申请，到现在啊等了42个月了。老罗花钱去查了内部档案，发现人家安全局啊，早在2025年的7月就已经把他的背景调查个底儿掉了，盖章说没问题了。结果呢，这文件转到了移民局，硬生生又放了7个月，连个响都没有。老罗为啥急啊？因为闺女要上大学了呀。老罗这个闺女呢，那是真争气啊，妥妥的学霸，今年正准备申请名牌大学。但是加拿大这边的规矩啊，是认卡不认人啊。你没有绿卡，你闺女就算考上天，也得按国际留学生交学费。咱们算笔账啊，如果有这个本地身份，1年的学费呢大概是6000加币，如果是国际生啊，1年呢就是45000加币。那这个大学4年下来啊，里外里差了15万加币啊，折合人民币快80万了。还有马大姐啊，也是2022年交的申请，等了42个月啊。去年呢，她老公在国内的父亲眼看着就不行了，弥留之际啊，按照中国人的习俗，老爹快走了，当儿子的你就算是爬也要爬回去见最后一面吧。但是她老公不能走，不敢走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她的工签马上就要过期了，那永居申请又卡在安全被调的黑洞里。加拿大的移民法里有个奇葩的规定啊，叫隐含身份，只要你人不离开加拿大，哪怕这个签证过期了，你也能合法待着等结果。可是你一旦跨出了这个国境线，对不起啊，你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你在加拿大经营的家，你的工作啊，你老婆孩子全得报销。所以啊，在老父亲咽气那一天，这个70男儿只能在家隔着1万多公里给自己的亲爹磕头送终。大姐在旁边啊，一边抹眼泪一边安慰他：老公别哭，等 PR 批下来了，咱们全家一起回去给爹上坟。结果呢，1年过去了，这句安慰呢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那张破纸依然杳无音信。那再来看看曼省的刘大姐，等了整整48个月，她拿的是封闭式工签。兄弟们，知道啥叫封闭式工签吗？大白话讲，这就叫现代合法卖身契。你只能给当年担保你那个老板打工，这老板要是人好还行啊，老板要是个周扒皮，让你天天加班不给钱，甚至 PUA 你，你敢辞职吗？你一辞职签证立刻作废，全家卷炮滚蛋。刘大姐呢，就是这么战战兢兢的熬了4年啊，眼看着2个孩子上初中、高中，家里面的开销像流水一样啊，就盼着绿卡下来，孩子能申请本地的助学贷款上大学。那她为啥被卡呢？她百思不得其解啊。最后想破了头，觉得唯一可能惹怒杨大人的是她老公当年在国内拿过电子科技大学的第2学位，后来呢还在个私营的商品交易所搞过网络运营。就因为你在这个中国上了个带科技俩字的大学，加拿大情报局就觉得你是来窃取他们高端机密的。大哥，你们加拿大除了会挖石油、砍木头、炒烂尾楼，你们还有啥高科技值得人家窃取的吗？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最离谱的要数魁省的 Tracy， 这个姐们简直是没到家了，她等了足足68个月，5年半多呀。前2年因为这个疫情大家都在家隔离，那 Tracy 呢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心想这个政府办事慢点能理解，我等。结果等到这个花都谢了官网上的预计完成日期都超期了，他实在忍不住打了个电话去问，对方接线员风轻云淡的说了一句：“Tracy 女士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手滑，把你老公的材料单独建了个档，没有作为副申请人绑在你的案子里，所以你这个案子没法推进。”Tracy 当时估计脑瓜子嗡的一下，合着老娘这前2年的苦苦等待全当是被狗吃了。你们的一个失误，凭什么让我用青春来买单儿？你要是遇到个硬茬，早就拿着律师函去把移民局的大门给砸了。但是 Tracy 多温顺他叹了口气，
认栽。在2022年底啊，他重新花钱，重新准备了一大摞像字典一样厚的公证材料，又交了一遍。那到了2023年底啊，通知他进入安全备调了，结果这一调呢，又是2年多没动静。这5年多里啊，国内的奶奶去世，他没法回去尽孝；国内的房子想卖，因为身份卡着没法处理；在加拿大的工作不敢跳槽，职业规划呢全部停滞。那聊到这里啊，咱们借着这场让人心酸的静默抗议，来扯开海外移民群体，特别是第一代华人移民面临的那层血淋淋的遮羞布。很多人在国内啊，总觉得出了国呢就是到了天堂，但是实际上呢，当你真正踏上那边土地啊，成为一个第一代移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陷入了一个叫三不管地带的巨大夹缝里。第一，很多华人移民出去啊，带着一种非常朴素的，甚至有点天真的东方思维。只要我勤奋工作啊，只要我按时交税，只要我不给这个政府添麻烦，我温顺，我听话，这系统呢就一定会公平的回报我。大错特错，各位，这帮举着牌子静默的同胞，就是吃了这种思维的哑巴亏。在西方那种选举政治的逻辑里啊，政治家呢只看2样东西：选票和闹事能力。你温顺，你静默，你在这个广场上站成一排兵马俑又怎样？人家政客从这个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心里想的是：哦，这帮人啊，不敢砸玻璃，不敢堵高速，也不会罢工啊，让我的城市停摆。最关键的是，他们连绿卡都没有，他们手里面根本没有选票，我管他们死活。你去看人家印度裔是怎么玩的，人家不仅是拖家带口往里冲，而且抱团。你敢拒签我立马就组织几百号人在马路中间搭帐篷，就在你市中心吃喝拉撒，我不把你的交通搞瘫痪，我就不是三哥。最后政府怕了呀，赶紧妥协。你去看看中东裔是怎么玩的啊，一言不合大游行，气势汹汹啊。唯独咱们华人啊，被国内的体面绑架了。你越体面，在这套西方官僚机器面前，你就越是个透明的软柿子呀。你的隐忍在人家眼里不叫美德，叫好拿捏。这就是为什么难民可以住酒店，印度学生可以插队，而交了6万税的华人高管只能眼巴巴看着女儿交几万块钱的国际生学费。还有这第二啊，为什么这帮人被欺负成这样子了，还要死死的耗在那里不回来？很多国内的网友不理解啊，经常在这个新闻下面嘲讽：活该，谁让你们出去的？加拿大不留爷，回来见证祖国呀！兄弟们，这话吧说的轻巧，但是对这些当事人来说啊，根本不现实。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的从头再来啊？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移民，已经在国内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卖掉了好不容易供下来的房子，断了自己的退路。孩子在那边上几年学，中文可能都不会写了，你现在让他回来重新卷高考。而且还有个最致命的东西，叫沉没成本和面子。当初出来的时候，这亲戚朋友谁不知道你去温哥华享福去了？逢年过节在这个朋友圈发着大别墅落基山脉的雪景。现在你灰溜溜的卷个铺盖回来，说我在那边被政府当猴耍了4年，连个暂住证都没混上，这个脸往哪儿搁？所以进不去加拿大的核心圈，退又退不回国内的安稳生活。他们被活生生的卡在了太平洋中间的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这种精神上的内耗和割裂感才是最让人绝望的。还有第三，加拿大政府傻吗？一点都不傻。他们这招无限期拖延其实呢是一种极其阴险的国家级算计。你来都来了，在这边找了工作，租了房子，甚至像那对伴侣一样买了期房，你跑不掉了呀。你不拿永居，你享受不到任何免费的医疗。很多省份临时身份不全包，买不了便宜的学费，拿不了社会福利，但是你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的得在加拿大税务局交税，你在超市买的每颗菜得交消费税，你甚至因为没有身份还要额外多交海外买家税，天价国际生学费。发现没有，在这个加拿大政府眼里这些处于薛定谔移民状态的候选人是最完美的韭菜。
哎，你们拼命干活制造 GDP， 疯狂的交税，却因为没有身份，1分钱的社会福利都领不走。政府根本不需要对你们的养老事业负责，只要一直拖着不给你绿卡，你就只能一直当个纯粹的付出者。这不是榨汁机是什么呢？这竟然是拿这些中产精英当21世纪的包身工在用啊！所以各位，看完渥太华国商会这场在寒风中的静默抗议，咱们除了同情，更多的是要看清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童话般的应许之地。哎，你以为你逃离了这里的内卷，就能在那个枫叶之国躺平？别做梦了，在那里你不仅要面临职场的天花板，还要面临傲慢的官僚、无情的歧视，甚至是一套随时能把你合法踢出局的流氓系统。对那些正在办移民，或者心里面还有个出国梦的朋友们我今天呢在这儿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出去看看呢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和退路都压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上。那更想对那些已经在海外的华人们喊一声，别再温顺了，别再静默了，在他们的地盘上，你就得学会用他们的魔法打败他们。该请律师请律师，该拉横幅拉横幅，该去这个议员办公室拍桌子就去拍。你的权利永远不是跪在雪地里等关老爷摁起来的，而是靠大嗓门和硬拳头去争取来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对于这些被卡脖子海外华人，那你们是觉得同情呢，还是觉得他们活该如果你是他们面对这种拖了4、5年的烂摊子，你会选择继续死磕，还是果断止损回国？把你的想法在评论区聊聊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